有人很想要热心的帮你买票哦，他有可能是诈骗或者是小偷。是意大利的车站是不是都不安全？这次来意大利最推荐哪几个城市？我个人是花了1年的时间，从零基础一直到 B2。现在在工作，台湾人没有一个人想要留在意大利。你如果是一个追求快速、追求有效率跟按部就班，可能就很不适合意大利。是什么原因让你愿意待在意大利生活？那当下我是决定留下来，是因为Ciao a tutti， 我是淘淘，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因为淘淘的频道终于破万了，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今天特别准备这一集 Q&A 的问答，就是想要让大家能够对于意大利更多的了解。在这里呢，淘淘统整了大家最常问的关于意大利的旅游啊、留学还有读书的一些问题，今天呢一次给大家解惑。那废话不多说 ，Let's go！第一个是意大利的车站是不是都不安全？那其实意大利的车站，比如说像是米兰中央车站啊、罗马特尔米尼，它确实比较混杂，也很容易遇到小偷、扒手以及强制想要卖你东西的人。但是呢，只要谨记这以下几个，大家呢都还是可以很安心哦。第一个就是贵重物品绝对要放在内袋，包包呢一定要往前背，不论你今天是侧背包还是后背包，包包一定都是要在你的身体的前面。如果呢有人很想要热心的帮你买票哦，他有可能是诈骗或者是小偷，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直接婉拒就可以了。那买票方式其实很简单，除了机器购票以外呢，现在呢大部分城市都可以有 APP 购票，或是甚至你完全想要避免这样子的问题呢，可以上车直接刷信用卡，直接扣款就可以了。再来就是你的行李箱绝对不要离手，也不要离开视线，一定要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只需要你防扒手，不需要太担心抢劫的问题啦。基本上观光客常来的大城市呢，都还算蛮安全的，不需要太紧张。那另外还有很多问，那如果住宿选在火车站附近推荐吗？我个人其实是不太建议，因为毕竟真的那里的人出入比较复杂，晚上回去的话确实是会有安全上的疑虑。个人建议呢是在住宿区域选在市中心靠近地铁站的地方，那不论是在安全上或是在你的旅行体验上，真的都会跟你住在车站差很多。哪个季节最适合来意大利旅游？那我们分为北中南来看的话，北意的话大概是5月到7月，然后还有9月是最适合，因为8月很热，人又很多。冬季的北意其实是蛮冷的，然后又常常下雨。中部意大利的话，春季跟秋季的时候也比较适合，因为夏季真的很晒，尤其是罗马，它整个古城区的部分是整个没有遮蔽物，7、8月去其实很考验你对太阳的耐热力如果南意的话，你是要去海边玩啊，去度假岛屿的话，从5月一直到9月都蛮适合的，那时候可以去玩水啊，都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天气。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个人最推荐9月，因为9月基本上整个意大利都很适合。第一次来意大利最推荐哪几个城市？当然经典入门款呢就是米兰、威尼斯、罗马、佛罗伦斯，艺术人文啊，还有古迹啊，还有购物，4个最有特色的城市它都包含在里面。但当然旅行是看个人的需求嘛，如果是自己是本身喜欢酒庄文化，想要做一个酒庄巡礼的话，就去托斯卡纳区。那你如果本身呢是想要去岛屿度假啊，想要去玩水的话，萨丁尼亚岛啊、西西里亚岛啊，南部的一些大城市体验，那你当然还有拿坡里或是普里亚大区，整个都很适合。最主要是看你比较喜欢城市旅游、古迹旅游、艺术旅游、美食旅游，甚至是酒庄旅游这样子。但不论你是哪一种旅游呢，我个人都会建议说，一次不要排超过4个城市。因为意大利其实它是一个适合慢慢走、慢慢看、慢慢体验的一个国家。那当然也知道，在意大利旅游的突发情况呢，也是蛮多的，比如说像是火车误点啊，或是遇上罢工啊。所以如果你行程排很满的话，不仅你会有行程上的时间压力，你还会有一些心理压抑。所以个人是建议一次不要排超过4个城市。意大利的治安真的很不好吗？我知道这个是大家常常来意大利旅游最担心的一个问题。那其实
意大利的暴力犯罪率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讲是很低的，所以只要去防范扒手、小偷、诈骗，其实基本上不用太担心。维持最基本的，比如说手机不离身、贵重钱财不离身、包包随时都背在身上，以及晚上不要去荒凉的地方，等于说就是最基本的安全意识你有的时候，其实来意大利旅游真的不需要担心，不用这么的可怕，完全不用这么紧张。如何学意大利文？我个人是花了1年的时间，从零基础一直到 B2， 就是考到 B2 证照。学语言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捷径，那就是不断的去练习跟不断的去听。第一件事情就是每天固定学习。那我当时候是每一天学习4个小时。如果你本身没有这么多时间的话也没关系，15分钟或者20分钟都可以。重点就是要持之以恒。然后再来呢就是语言交换。那当时因为我已经在意大利了，所以语言交换并不是个问题。等于说我每一天遇到的人都是意大利人。本身是在台湾的话，可以找一个也是对意大利有兴趣，或是甚至找意大利人做语言上的交换，他会对你帮助很大。多听、多阅读跟多看。我当时候呢是看非常多的意大利影集，听很多的意大利文歌，以及看很多意大利文的 YouTube。自己一直长期处于在一个意大利文环境下的时候，在你的学习上跟在你的发音上很有大的帮助。意大利发音没有这么的难，因为它就是把每一个单字都念出来，这个字就会念了。相较于德文跟法文，其实我觉得意大利文它算是一个欧洲语系的一个入门款，只要你认真去学，很快就可以学好。这次有幸跟 Cobru 合作，它其实是一个 AI 引擎，会帮你找到最适合回答你问题的真人。重点来了，它真的不是聊天机器人，是真的有人跟你视讯聊天，会依照你的情况呢，帮助到找到懂你的人。像是你有人生关卡、职涯规划、感情困扰，甚至创业问题都能问。注册超简单，完全不用担心。老实说，我自己觉得这个比随便 Google 或乱问朋友还要准，因为对方真的懂你。刚好这次遇到一个想要来意大利念书的妹妹跑来求助，所以我想说，不如顺便把大家最常问的一些读书问题整理成一个 QA 回馈呢，给正在所有规划要来意大利念书的朋友们。你想问什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现在在工作，主要是我去年2月到8月的时候在当交换学生，就是在那一阵子很喜欢意大利。我今天是有3个部分的问题想问：是什么原因让你愿意待在意大利生活？我知道比起台湾的生活，意大利不方便很多。是这样，我是申请了一个硕士，然后那硕士是英文授课，国际学生班，所以那时候刚好就是一半意大利人，一半外国人。那因为我会一点点意大利文，就混得还蛮好的，然后我就结交了我的人生挚友吧。在我毕业以后，他们也给我很多的帮助。念书所遇到的困难，跟之后你要遇到困难相较之下是非常简单的。你念书顶多你就是遇到居留问题嘛，你应该也知道，很慢，然后医疗啊，然后可能语言不通啊，那其他时间就是比较 easy 嘛。对，毕业之后第一个挑战就是实习，外国学生要找到实习不简单。当下边实习边上课，那个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的意大利文的语言能力不足以到说可以应用到职场上。实习完了以后，然后晚上去上课这样，然后这样子大概经历了1年左右，告诉我自己1年内要考到 B2 证书，所以那时候我也做到了。我觉得语言能力好，它确实能够帮助你在意大利的生活中打定一个最基本的基础。你语言不好的时候，生活上你就会觉得自信心受到挫折、受到打击，你就可能留下来的意愿就没有那么高。当然留下来的原因，除了是因为我本身在这里有结交自己的朋友，后来也有遇到我先生，加上我自己本身是真的很喜欢意大利，必须很爱这个国家，你才能够去包容它所有的优缺点，是真的。它大部分优点都在旅游中我们都会讲完嘛，他说很美啊，食物很好吃啊，什么人很热情啊，完了以后，但它的缺点通常是我们在这里生活的人才会知道说它有什么样的缺点。那它缺点其实蛮多的，就是很不方便啊，办事效率很慢啊。它这里有点人治主义，一样都是跑邮局哦，然后这个邮局跟你说不行，然后呢第2个邮局跟你说哦你这个可以，但是你缺了这个东西。第3个邮局就说哦没差啊，这个东西都不需要。你如果是一个追求快速、追求有效率跟按部就班，可能就很不适合意大利。意大利没办法接受内向的人，然后内向的人来意大利会很痛苦，时无刻都要被迫去社交。那
对外乡人觉得说，天啊，我找到我的知心，我只要一出门，在路上都可以跟随便有人聊天，然后大家都很热情。我那时候有认识一些在意大利念硕士的台湾人，没有一个人想要留在意大利，我觉得意大利的经济比较没有以前那么好。意大利的薪资不高，它的经济环境确实不太好。那当下我是决定留下来，是因为恋爱脑，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我的现在老公认识了，而且我有那个机会，我就觉得说我都已经走到这一步，就有另外一半，那我就继续努力下去。就是看有什么方式回去意大利生活一阵子。你要来念硕士吗？意大利很多科系，尤其是这种专业科系，本身的本科科系是跟这个没有相关的话，他可能不会收你，或是你要用你的工作经验去弥补这一块。你要看说你选择 program 是英语授课的，还是你要意大利语授课。那如果你要意大利语授课的话，好处是什么？就是你毕业以后，你可能比较好找工作。入学之前，你就要先考过 B1 的证书，在意大利留下来找一个很简单的工作。好，第一个就是遇到一个问题是居留。如果你今天是国立学校毕业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待业居留。那你待业居留，你要再去找工作，很简单，公司愿意雇佣你，他就可以帮你转成工作居留，你就可以继续在这里。那如果你今天是来这里上个语言学校，非常非常困难找到一个公司会愿意直接雇你。我觉得它这个城市很极端，但就是很迷人。我有多想去。然后那一阵子在意大利生活的时候，那里生活的当下，我觉得有来这里生活真好。那我觉得你可以差不多先看好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学校，然后差不多可以准备了。来米兰念书都是念 fashion、economy、finance、建筑，然后还有音乐学院，米兰比较适合，比如说做包包啊、做鞋子啊，或是精工啊，那个就要去 Florence 佛伦斯。罗马其实比较适合，就像你刚刚讲的考古古典啊，然后法律、政治、电影波隆那的话就念法律，或是医学，或是什么人文哲学这样。然后你之前去过威尼斯，海洋环境科学啊，布林的话就是念工业设计的，或是汽车产业。好。那最后就是淘淘再过1个礼拜就要去生宝宝了，天哪，好紧张哦！所以之后会先休息一阵子。不过等我回归以后呢，会继续分享更多的意大利的旅游攻略给大家哦，所以敬请期待。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淘淘带你看更多的台意大不同。Ciao a presto！